扣住它，这就是擒。啊，看到吗？上来就不是走，就是我手一上去，我就要抠它的穴位，抠它的点，抠住它，让它动不了，这叫擒。那什么叫拿？抓住关节，拿到身上，这叫拿。那打是什么？一般都是擒打、拿打，所有的动作都是在抓住以后，它不是说，如果说我们光用一个字来做的话，那拿我就是把它拿到我的身上，把人从远处拿过来，但是我不进下一个攻击，那就相当于把它护住了。一般的话，拿完之后。紧接着，要么就是拿身体去撞，要么拿肘关节、拿肩关节顶去打啊。然后呢，擒的话就有点像什么，就是进攻性更强一点，擒住这个奸贼，那个手扣的地方一定都是咽喉和要害，擒裆、擒喉、擒腋下、擒眼，就是擒有一种抠的感觉，知道吧？一抓我就抠啊，抠住它，这就叫擒，抠到里头。然后拿就是抓握，理解吧？啊，所以擒和打的感觉不一样。那打是啥？打就打死你个龟孙儿啊，就这种感觉了，这就是打，很简单。那还有一个啥来着？擒法、拿法还有啥？啊，打法是一句话：远拳近肘，贴身靠啊。然后以前不是有句话：宁挨10拳不挨1肘，宁挨1肘不挨1掌。其实他说的是啥意思呢？就是你会发现啊，拳头。打上去的力量，其实这句话是说外家拳的，不是说内家拳。内家拳在每一次击打的它都有个攥，看到没？它都会往里去攥。内家拳的打法都是以攥手为例啊，这都是拳头上的活儿。那肘关节都是干嘛？都往上滑，肘如刀，膝似矛嘛。而且肘关节击打的位置永远都是滑过去，你看咱的护心拳都是滑过去，整个肘尖你顶上去，它会好像被戳了一下，但是你划过去，他会觉得这块肉被划开撕裂的那种感觉一样。为啥？你的肌纤维被这么知道筋膜刀吧？就是刮痧。那刮痧是不是用老大劲的时候猛一刮，筋膜是不是就开了？那肘关节跟那个筋膜刀是一样的，刮到这儿刚划过去，这个杀伤力是最大的。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说了靠其实没有那么大伤，更多的是让人震一下，就是两人撞肩的时候一撞。把这个你看搁在那对撞，一背走，是这个力量一撞，整个把这个劲晃脑子一下。所以一般肩靠常用在推手的时候破坏重心。看，比如两个人我动它很稳，好怎么办？我想去破它重心，没有重，它站得可稳，当撞一下，然后把人撞散了。哦，对不起哥。把人撞散之后，哎，他一不稳，你再去进行下一个动作的变化，这叫肩靠。所以进肩、进肘、进手，没有说就不愿意挨那一个肩靠。肩靠其实杀伤力最小，因为你接触面大，而且不要拿这个位置去撞人。你觉得这个地方是个尖儿，但这儿是个软骨，知道吗？你一撞，肩膀就肩峰撞击肩碎了嘛，就肩膀骨折了，就千万不要拿这个地方拿肩尖去撞人。除非你撞的是它最软的地方，比如撞它屁股一下呀，或者撞哪一下，你这儿没事。你要敢撞到它的锁骨上，那它锁骨一定没事，你的肩膀一定断了，知道吧？所以说不要去拿肩尖去撞，都是拿这一块整个胸脯撞上去啊。然后第二句就是肘如刀，膝似矛。膝似矛是啥意思呢？就是我们每一次啊，有好多人不是两个人抱一块儿的，都觉得顶膝是最有不。顶膝不是往上提，它是往外顶。为了控制，比如两人拢抱到一块，膝盖往外捏出去，就这种感觉，是为了控制距离。膝盖是往外顶的，整个胯才往前送，顶叫膝似矛。我要把这个膝关节捅出去，整个肘尖往外送，知道吧？啊，整个膝尖往外去送，这叫肘如刀，膝似矛，就把它顶开，不要让它去跟你太近，给它顶开出去就行。你看，所以太极拳为什么说先领膝？再弹踢，对吧？膝关节先上来，再说别的动作。因为膝关节一旦拿起来的时候，那它就是梢节了，就不再是根节了。所以你不管弹踢也好呀，扫扣也好，正蹬也好呀，是不是都有一个前提？膝关节得先拿起来，是吧？所以这就是咱以前说了啊，宁挨10拳不挨1肘，宁挨1肘不挨1掌。那个掌是怎么说来？波波老师，掌它像盖章一样，它挨到就是好多人说那一掌。那是能有啥杀伤力吗？这个盖章的意思是什么吧？拍上去之后，它是有2段发力的，力在掌根，知道吧？它是在这个位置，稍微一用就腰胯一发力，把力往他胸口里去摁，把这个劲儿摁到他的身体里头。一般掌动往哪打？这个位置，
这是我们的人体开关，小开关啊，不是耳贴子啊。太极拳里边还真不让你真不让你扇嘴巴，它都是托，都是照这个面邦的这儿噔顶一下，叭给你开关给你关掉。然后第二个就是动脉，到这儿托，它的所有的嘴巴子都不是扇出来的，它的所有嘴巴子都是托出来的。对，包括胸口，你看前头奥部摆出去，我们都以为是盖脑袋，盖到这儿以后仰头，它的力在这儿，知道吧？所以连劈带捧，力在这个位置，挨住以后，啪，力就往外送。刚才你们看我在那雇佣在找一个东西，就是就是为了找一个东西，找什么东西？就是为什么说我们太极拳好多人说粘得越近打得越狠？因为手正常人不是要有个距离吗？要砰打到他身上。太极拳是如果说两个人搂抱在一起的时候，你手正好来到他胸上了，你这种折叠，胸腰折叠以后，身体会粘得更近，但这个时候你的胯一松，力就可以往外去走了，知道了吧？所以这叫粘连连随嘛。但是一般正常情况下，我们用不出来，你跟人搂一块都慌了。你再抱你的是个漂亮小姑娘，你才慌呢，知道吗？所以说我们在做这种身法的时候，主要是先摸到它的劲儿，然后再去考虑说我以后要不要拿这个东西去打比赛。现在的这个规则限制啊，就比如说太极拳只能用推手，然后呢散打要带护具，电子护具都是打点数了，都不再去把人，就是以前的散打比赛是为了把对方 KO 把人打倒，我站到这儿我就是第一，你躺到地上你就是第二。现在就是什么？现在都是我打到你身上了，好，有效击打，鞭腿鞭到你身上，有效击打，然后就形成了这种形式了。为啥？一是保护我们人类的安全，二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去发扬一种体育精神竞技精神。所以说，和谐社会。伟大的武术家李小龙曾经说过，干倒敌人最好的方式就是拿起手枪。什么年代了还玩功夫？那哗一个大刀爽了以后，这边那边拿个枪，砰！什么年代了，是吧？所以说太极拳、武术这些东西都慢慢循归到了一种街头防身，以及我们说的这个竞技比赛表演，然后再加上我们的传统养生。咱们选择了赛道就是传统养生。现在好多互联网上为啥去喷太极拳？因为很多老师明明走的是养生健身的赛道，他非要说他走的是竞技武术的赛道，对吧？我就说一点，如果我跟波波老师我们俩同时训练。他练3个月的套路都不练，就练直摆勾，然后躲闪，就练这3个动作。他练3个月，然后我练3年的太极拳，他揍我跟揍孙子一样。为啥？因为我不会躲呀，对吧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去打他，我只在练套路。所以说他揍我就很简单。那么我们要理解就是为啥咱要教攻防含义？咱教攻防含义也不是为了让你去进行竞技和击打，而是让你明白太极拳当中每一个劲儿在哪。劲儿到了有啥用？抻筋拔骨是不是？因为咱人体很有意思的。你看，比如说你劲儿不到，来哥你顶我，你会发现你身体就根本放不开，但是劲儿到了，你能顶住这个劲儿，而且你还能感受到这个什么？还能感受到什么？还能感受到这个筋骨韧带还有这个身体结构的一种拉伸感，能够去刺激到你身体当中更多的肌肉、深层肌肉，以及我们的这种筋膜和动力链。所以攻防含义不是为了让大家去打架。对吧？不是，包括直播间好多同学，老师你讲攻防含义讲真好，你能不能打？我说不能，因为我要拿太极拳给你打，我为什么不用散打呢？多简单，一个摆拳让你睡过去了。所以说，现在的这种太极拳的健身养生赛道，它就是以什么？就是以养生大健康为主所以我们要真想去打的话，我建议大家还是报一个搏击馆比较好，因为那个东西直截了当，我不跟你说废话，绑3万来，同学们，咱们把这个第6段最后一段连起来打，然后咱们把收势先说一下来，这个地方咱们从当头炮把金刚捣队一连，收势一结束，咱们的这个太极拳的所有的教学基本上就结束了中间呢，给大家穿插了很多知识点，以及我们的这个这种比如说小故事，咱们大家当个乐子调节课堂气氛。主要还是以咱们的大小螺旋为主来，当头炮变金刚捣队，双手游拳变掌走后弧，腰向右转。对，注意膝盖不要扭你看，大螺旋、小螺旋，清晰吧？好，大螺旋、小螺旋摆脚，好，上右步蹬左腿，收脚点地，来腰向右转，好，放松下落，冲拳提膝，微右转，好，回正。对，
到这儿以后呢，来2种收式的模式啊。第一种以我们的小螺旋和大螺旋为主，你看，先合左胯，由拳变掌，重心右移，再合右胯，2手打开，不要右转了。好，再重心左移，好，持续循环往复去做这个动作。来，左右左右，吸气收直，好，放松，左右左右啊，这就是为啥我们看到好多公园的老师一收式的原因了啊。但是这个它是有技巧的，有方法的。但是咱们很多人他学的不是这个螺旋去走，他可能就是左右两边晃啊，他是这样晃着收的，它不太好啊。然后呢，咱们教的收式是啥呢？以这个为主，看啊，金刚倒队做到这儿，对不对？好，松沉，用下沉的力量把2个手掸开。对，你看一松下来，整个劲儿全松下来啊，放松。来，金刚倒队，松劲儿。好，蹬地起身，不要把腿完全蹬直，微屈啊，留个1分。吸气到哪？2手合于眉心额前，指尖相对。好，呼气，再做，再放松。好，自然下落，放于2胯外侧。好，先走重心，再收脚。好，踏实起身，结束啊。这个过程里面，我们的收式呢，它是一个收式的作用是啥？2个字儿，调息啊。怎么调？比如说咱们打完拳以后，你的气息有一点微微的快啦，或者你的气有点微微的粗啦，或者乱啦，它最后一下就是让你完全的让身法和动作形成一个整体。你看，放松，呼气，好，吸气，把身体托起来，然后让身体整个随着气息的深入，然后拉长我们的脊柱和拉长我们的呼吸肌。好，下落呼气的时候就是保持，你看咱们说下蹲的时候是什么方法？就是下盘不要用力，对不对？所以下盘尽量去放松，然后不要用太大的力量，感受自己身体自然下落。好，手臂放松，搭在大腿2侧。好，移重心收左脚，并步。好，蹬地起身，结束啊，这是收式的一个动作。所以调整我们的呼吸节律，调整我们身体的紧张状态。因为打完拳，你说身体不紧张，那还是会有一点点紧张的。就从运动的角度来说，我们毕竟是在刚才活动了很长时间，你的思维还在身法套路上，你的劲力还在身上，一直不断的行进。最后的收式就是让我们找什么感觉？你看啊，好，松下来，好，完全放松，忘记刚才你打的是什么东西。好，吸气啊，天下只有你一个人，做到无我忘我的状态。好，放松下落。你看原来有一个电影嘛，就是《倚天屠龙记》，张三丰教张无忌太极拳啊，教完了，你全记住了没有？没记住。你刚才干了啥？我也不知道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也忘了啊。现在你就记住一件事，把这2个混蛋打成白痴就行了。那太极拳的收式也是一样的。你刚才干了啥？我不知道。你刚才有什么感觉？没有感觉。那你现在就记住一件事情，把你的气息调稳，把你的身体回正，把你的心神内敛，把你的周身放松。好，一落，好，收步，回归到你练拳之前的状态，然后保持身体的自然安舒，这就是收式，知道吧？然后收完式之后，建议大家再做一次奉天理气啊。然后2个奉天理气做完之后，你会发现呢，你的第1次的奉天理气这儿还是紧的，第2次做完这儿就是松的了。知道了吧？所以身体活动开了以后，再去把骨骼关节回到正位，你的体态会越来越好。而且站到这儿，我们每个人的身姿体态要像起势预备式一样，不要收完式练成这样小萝卜啊，回正，精气神要打出来，越练精气神越好才行啊，可不能越练越差。来，抖抖腿，放松一下，来，我们向后转，咱们从高探马一直把第6段做完啊。来，高探马。好，准备腰向左转，身向左螺旋，2手画力圆相合，搭于小臂，身向右转，扣左脚。好，臀胯后坐，摆右脚脚尖。好，身向右转，领左膝，走，胯部打开。好，变十字脚，重心左移，左手上领，右手下捋，腰向左转，上下相照。重心右移，欲右先左，小螺旋摆掌合手。来，先走大螺旋，左移重心，小螺旋收右脚，点地。好，弹踢，翻胯，斩手，震脚，开步，左移重心，左转腰。
好，右移重心蓄力，左手立掌来往下走啊，指当锤冲大。好，先走大螺旋，再走小螺旋，坐胯摆脚，左腿蹬住地，冲向上走。对，好，落手合脚，不是落脚合手。好，推掌根部，来单边右转腰，左转腰，勾手上提。好，下沉开步，对，左移重心，左转腰，右移重心蓄力。好，翻掌移重心，转腰打开，扣右脚。好，下势，来单边先合手，雀地龙，走上下对拉打开。好，下身法，摆脚尖，好，勾前腿蹬后腿，收右步，虚脚点地，上步七星，双拳外翻，下压后坐，两拳内旋，胸腰折叠，推，好，领膝下步跨弓，来开步跨脚，来先沉下去，再往前推捧，像赶鸭子一样，收左脚，虚步点地，好，右手上穿，左手下按，摆扣。后坐，好，上步，1、2，提膝，走，开步对拉，好，先走重心，腰向左转，跟右脚，虚脚点地，双摆连，好，撤步当头炮，先走大螺旋，再走小螺旋，藏腰间，再走大螺旋，再走小螺旋，冲，大，好，大螺旋由拳变掌，小螺旋向右转腰。好，来移重心，大螺旋，坐胯摆脚，小螺旋，左手领上去。好，跟右手，微右转，放松微左转，领膝，正脚。好，松沉，走，两手打开，蹬地起身，吸气，下落放松，呼气，两手不要高过眉毛额头啊，上不过眉额，下不过腰裆，到腰裆两手就两边分开了。好，右移重心，收左脚。好，起身直立。好，那么我在这里给大家说一下啊，为什么咱们一收脚，你看起势的时候，两个脚是并立的，但是练完之后就成小外八了呢？因为咱们在金刚倒对的时候，脚尖没摆正，虚脚没点对，正脚的时候，八字脚正脚没有怎么样，没有向螺旋。是吧？全网未解之谜。老问我老师，为什么我金刚倒对正脚老是外八字？你有没有想过你的腰没有转呢？知道吧？所以好多人说，老师，你看我我一个金刚倒对，我一摆脚，好，我一正脚，大外八脚。那好多人都说咱打泰拳，一走单边就是王八拳，一走金刚倒对都是大外八小鸭子脚。为啥？因为你摆脚金刚倒对的时候，你看45度，脚一摆正，移重心扣脚，好，收上来，虚脚点地，右转，左转，并步，它不还是直直的吗？所以我们要记住，如果你没有螺旋了，那么你的最后的这个身体，你看，咧着胯，顿着水，那就是外八字。但是你稍微有腰，既有螺旋劲儿，又能让脚并力朝前，理解了吧？啊，所以你会发现，从你学拳到现在，没有老师给你讲过这个东西，咱这是头一味儿。因为研究好腰胯以后，这些东西都是 OK 的啊。所以脚尖怎么朝前，知道了吧？所以练拳记住，没有外八脚，尤其是正脚没有外八脚。很多人问老师，这个外八脚怎么正？包括在后面这个金刚倒对，有没有发现这个情况？就是每一次变懒扎一，都是有人会问一个问题，老师啊，我向右转腰的时候，我要扣左脚，但是我在教的时候从来没有要求大家扣过左脚，发现了没有？因为正完脚之后，两脚脚尖相对要朝前，你的螺旋打开之后，左胯的劲儿是合得住的，所以还需要再去扣左脚吗？再扣你不都跪膝了吗？所以就不用扣了，打开。但是右脚不行，为啥？因为右脚这个时候打完懒扎一是45度。所以六风四臂是45度，是不是？那你转过来的时候，你左脚会微微外八，你转过来之后要把右脚扣进来，做单边，这就是脚下的东西的研究，明白了吧？俺们都快把泰拳研究烂了，就老家一路里边每一个动作为什么要这样做，上意识跟下意识的脚不一样，角度不一样，你身体会发生什么变化？那你都研究完了。这个脚还是外八呀？礼合那都得礼合。所有的前进步都是以脚后跟内侧先落地，然后重心落好，
坐胯摆脚，再摆过去，好收。姐，你看你忘了一个最经典的那句话了，没有左顾右盼的步伐，只有左顾右盼的眼神。啥叫左顾右盼？平开步也是前进步，还记得不？顾和盼是眼神和意识的问题。鞋行那一天讲了一个最经典的一句话，如果你发现你的白鹅亮翅一定要摆一下右脚脚尖才能开步的时候，你是敞裆在开步，对不对？顶着胯敞着在开步。但是如果你能把你的中线转到45度，你再去螺旋开步，这不就是个平步吗？所以大螺旋、小螺旋。斜不讲的他好呀，它角度是斜的。对呀。但是人，对，你看姐，我给你举个例子，比如说我今天让你对着空调打拳，你懒扎一开步的时候是，我在这个方向看你，是不是斜的？但是我在这个方向看你，你是不是正的？对不对？所以是步斜身正，明白了吧？你觉得你看，大家可能就会有点方向感的迷乱了啊。比如说我现在对着这儿打拳，我从这儿开始做起势，那我的懒扎一来，姐你站到这儿看我，站到这儿看我，对。好，站到这儿，站到这儿看我啊，就朝这个方向来。我从这儿打拳，那我开懒扎一，是不是像在右斜前方开步？但是我开了个右平步呀，理解了不？不管哪个方向。对，平步它平开步就是一种前进步。过来。你在这个方向，它是个平开步。但是你要从这个方向看，它就是个进步。对，不对，你也歪了啊！来，哥姐们啊，举个例子啊，其实你所有的前进步都是平开步，这句话能理解不能？能，为啥啊？因为我在这儿站的时候，我现在想往前进步，我把我的右脚脚尖摆向了45度，我向斜前方开步，对吧？好，那我先转到这个方向，现在这是我的正前方，对吧？我向左侧开一个正左侧的步。我的眼睛看着这儿，那这儿变成我的前方，我叫不叫向斜前方开了一步？所以为什么顾和盼是眼神？对，明白了吧？啊，顾和盼指的是眼神，你这都叫进步，这都叫进步，知道吧？对，都叫前进步。顾和盼是意识的问题，知道吧？顾是手这个，盼是头那个。对，不是姐你。不在，咱俩没在一个频道上。我在跟你讲的是，无论你朝哪儿，你记住，你平开步也叫前进步。左顾右盼说的只是我们的眼神跟意识，你只有前进和后退，明白吗？那为啥说老师那斜前方的开步咋回事？那是因为你身子朝向了斜45度，你开了个平步，这就叫做前进步，知道吧？其实你还没理解，没事了，不理解也没有关系，以后会懂的。因为我从他的眼神里看到了迷茫。不是，你说那意思，左顾右盼是眼神的意思，意识和意识，步是那个都属于前进步。不姐，你把那个左顾右盼那个事儿扔了，你把左顾右盼那个事儿扔了啊，没有顾盼那个事儿啊，你就记着，你脚往前搁，这就是前进步。对呀。往这儿搁也叫前进步，只要是在你眼睛看不见的位置都叫后撤步。这是后撤。对啊，跨步也是前进步。跨步也是前进步。对，跨步也是前进步，就是你的眼往哪看，你的脚余光能在你眼里面的都叫前进步，知道了吧？啊，对，这是跟顾盼有关系。你眼睛往哪看，你的意识肯定要往哪去。那对于你的步伐来讲，这都是前进。比如说往这儿，哪怕往这儿转到这儿，我到这儿还是前进步。但是如果我脑子往这儿看，那我这就是后撤步。这是进步的，它是跟人的意识。对啊，对，所以再回到刚才那个话题上，你如果斜行开步非要摆右脚，证明什么？缺少螺旋。你把斜行的开步当做是一种横开步，你的腰会转，把脚放出去，所以你就不会掰右膝，知道吧？因为有了腰的存在，你开步就会很舒服。所以左右的平开步也是前进步，不叫左顾右盼。左顾右盼只有眼神跟意识啊。
半迷糊，反正还是迷糊，因为那个眼神已经出卖你了。好了，哥姐们啊，这大概意思，这大概就心里面应该都能理解。太极拳当中其实只有前进和后退两个概念，剩下都是意识的一个变化，意识的一个变化。我眼睛看到哪里，那么下一步的方向如果是朝这儿，那这都叫前。就比如说咱们之前学过几个动作，我给大家总结几个啊。比如说第一个，我们说的护心拳变旋风脚。好，不对，不是这儿啊，护心拳那个动作，二七脚打完，好。都说这叫左斜后方撤步，但我偏要讲成是左斜前方开步，为啥？因为你这个动作在这儿，是这样在走，看到了吧？移重心收，好，右斜前方开步走，往这儿看，好，知道了吧？这眼神意识在哪？那这就是你的前，知道吧？啊，那跨步，你看，比如说咱们说的那个高探马，好多人说，哎，收步，这叫撤步，撤他腿子，退步，这叫进步，跨。我在往这近身呢，知道吧？也是前进步，是的。所以好多人不是说前进步是脚后跟先落地？对呀，因为你能看到的位置，心里都有谱，都敢拿脚后跟去铲出去。你看不见的地方，拿脚尖儿，看一下，这没好，不是坑，啊，才叫撤步，知道吧？所以这跟你的意识有关系。对，你要探，就你可以随时的拿回来，这叫撤步。所以你看不见怎么办？就摸索嘛，摸着石头过河嘛。你摸着一看有危险了，再收回来就行了。那前进步也是一样，一开步，虽然你的眼神在前方，你也不一定确定脚下是不是有东西。你开完步以后，眼余光什么的看着脚，还能收回来。对，对，唐尼步也是前进步。你看一走落地脚后跟儿。不是这样轻轻的这样上来，是不是？拔腿儿，什么叫趟泥步？你脚一踩到泥里边，第一个反应啥？往上拔嘛，拔。拔了再走过去。轻轻的下。好吧，但是不要像我这样送宽，拔出去，屈膝落脚。落出去，知道了吧？啊，平的趟泥步。对，这不是不是没有平步，没有趟泥步，这叫铲步和开步，这叫铲步和开步，不是趟泥步，这没有平步趟泥步。怎么能放出去？能放上去？我以为这我的总是我感觉。你知道为啥不行？因为你一落脚，你的重心就已经放到拳腿上了。这样叫趟泥步。哎，对，只有一个趟泥步，其他都没有。这样不叫趟泥步。又得上前面步打步。铲步啊，铲步。老师说那个掏脚，那个属于趟泥步，对，趟泥步，对，是的。左脚的这个。是的，然后铲步，哎，铲步为什么铲不出去啊？你看地塞，对吧？我们想一个问题啊，你有没有想过你的腿是怎么拿出去的？那你的重心在哪？对呀，那你一开步你铲不出去，怎么回事？重心好呗，没守住重心。对呀，所以你老说我铲，你看姐，你第一个，你坐。不是，那我等会儿怎么出去？这叫铲，怎么练你腿部力量。这叫趟泥步啊，这就是基础不好，对。没事，哥，趟泥步是泰拳当中最不常用的步伐，不用练它，你还不如练铲步。铲步有用啊，练铲步。对，趟泥步就那一次，啊，就那一个斜行搂膝奥步之后趟那一脚，啊，再没趟泥步了。我以为对，这样叫趟泥步。那不是，这叫叶问蹲。啊，是叶问蹲了啊，所以这只有一个趟泥步，所以趟泥步是最不需要让我去刻意去练的东西。啊，对，对，你看，先拔出来，屈膝。落脚，然后再上步，拔出来，屈膝，落脚，放出去，有点杨氏的那个味儿。对，对，你就记住，这趟泥步就没必要去跟他纠结，这就那一回，你老纠结他干啥？对不对？他但凡让你多走两步，都让你拿基本功练去了。就趟泥步就那一脚啊，所以没有必要太对，对，啥都想练基本功。你看，最应该练的就是这个屈膝，把重心沉下来，开步，好，然后再能收回来。对，铲腿，啊，铲右脚，铲左脚，就是地多塞都得脚后跟铲。好，对，脚后跟内侧铲。对，脚后跟内侧铲，然后能收的时候啊，不管你落到哪，都能够
收回来啊，对，意识啊。所以你看，咱们现在同学们为啥一开步老想往后边扭两？那你一个前进步干出个后撤步的意识出来，对不对？你有时候我在教大家的时候也是用这种比较极端的方式。你看，你不会转腰没办法，你眼睛往哪看，你的身子才会往哪去走。但是泰拳要求你眼睛往这儿看，身子往这儿走，它是个螺旋交叉的，它脖子左拧，身体右拧。再这样，看到吗？这就简单吧？是金刚脑锥的时候，这样，一用心的时候，就这样往回看吗？还专门看了一下。他真不往回看，他真不往，我往回看是因为回头看一眼你们。这个动作怎么转？不往后看。脚后跟儿。对，不往后看。转腰，对。为了看我。对，脚后跟儿，对，脚后跟儿。往前看。对。就是进攻的。对。你看竞技的那个身法，竞技开步。脚后跟转。竞技的那个身法一走，大，他的眼神会大往后扫一下。但是我的师傅同一辈儿的一个老师教过我这个东西，他说你在这儿擒住人了，你往后对拉，你主要是出的是脚上的力，你往回头看什么？看他的手，看他戴没戴戒指，看他结没结婚。你不瞅着他吗？这不打人如亲嘴，你亲他呀？那眼神在前面看呀，然后一戴，这手都上去了。你还在回头看什么？不用看，对吧？但是我们讲话了，你舒服就行，不用追求这细枝末节。你看到这一走，一直看着前面，眼神是不动的，就是因为金刚脑队全程都是往前面走意识，啊，往后走一下，哎呀，无伤大雅，这个东西太细枝末节了，就不用纠结这种事儿。我们需要纠结的什么？就大小螺旋能不能走到位，以及移重心的时候扭不扭膝盖。对，这是最纠结的地方，知道吧？这种就比较说是比较末尾的一些东西了啊，末尾的东西了，就听起来好玩，但是对你的帮助实质性不大，实质性不大。现在对咱们实质性最大的东西就是如何保护好膝盖，大小螺旋给我走到位，走到位了之后，再以身法带动我们的手，做到欲左先右，节节贯穿，以身带手。可以这个动作再做一下。哪个？这个腰往内出来是吧？对。没毛病啊，就是哥你的手啊，老多到这儿。是反做啊，还是做完了？是。对，没毛病啊。穿，翻掌，扣脚。对。大螺旋走重心，小螺旋带手，蹬。开步。我这个步开的不好。我得问这个。懒扎一咋了？懒扎一开步最大的开完那个和尚了。他腿没劲儿。不是。咋了？就是一开完这个步这个以左脚为轴，以左脚为轴。啊，对。啊，左脚为对，好，正脚，对。对。这个脚要转过来以后，这个脚正。对，正脚开步，对。然后大哥，你开步的时候不要这样开，撑住，转腰。这不是开的这个叫？严守拱拳嘛。严守。啊。波波老师。懒扎一，对不对？你想问啥？我开的对不对？开步对不对？你开一个，我看一眼，没看清。哦，没落右胯。没落右胯。啊。你看你开步的时候一到这儿，你这样一走，你膝盖当往里顶一下再回来，你能不能脚后？为啥要脚后跟？脚后跟先落地，一沉是不是胯再沉？哎，这就对了。哎，对，然后再移重心，把胯落下去，啊，不要顶胯。那你开开这个胯就掖好啊，还是？边开边。逢转必沉是先沉还是转，还是先转先沉？先转。屁，同时转沉。逢转必沉是边螺旋的同时边下沉，它没有先后啊。还搁那想先后了，这第二天第三天都讲的事儿了。要旋转就下沉。
同时，逢转必沉是同时走的动作。对，逢转必沉不是先转再沉，是边转边沉。对。要么就是没就是我就说那个阿姨先螺旋过来，然后再逢转必沉是吧？对，大螺旋到位。对呀。那你没沉呀，哥哥，你的右胯也没沉呀。你只沉了左胯，右胯上下折叠，把膝盖打开，翻了，往外翻，对对，往外翻，来走，转，坐，往下坐，哎，沉了嘛，对吧？别动，撑住，别动啊。就这么快呀，行的。看得眼疼了。噎下去，对，膝盖打开。啊，对，老得跪膝，老搁跪膝，跪膝，对，不要跪膝啊，逢转必，这你们两个水袖。哎，对了，右腿沉到，来让我看这边，转，哎，对吧？你悟了，哥哥，你悟了。吃饭了，再见，金白姐姐。来，哥姐们，敬礼下课吃饭啊，中午不错啊，这证明我们还有很。